正逢蓝忘机压低了声音唤道：“阿宪，不行了，忍不了了。”魏无羡垂下眼睛，心怦然而动，魂驰然摆荡。他不禁轻轻喘了一声，贴紧了耳麦收音孔，用混了微热吐息的嗓音低声道：“战哥，我想你了，你想不想？想不想跟我试一下新花样？”他看见蓝忘机通透的眸子微微一闪，在光影下，明暗分明的喉结也随着滑动了一下。过了好几秒，更加低沉的答：“想。”腰酸背痛腿抽筋。魏无羡一周末来回奔波，就算刨除掉他自己做死卤的那几次，光是和蓝忘机视频一轮再真刀实枪实战一轮下来，早已超出体力槽上限了。周一大清早还得爬起来上课，简直是堪比地狱般的煎熬。精神上无论多么舒爽，也无法抵消身体上的疲惫和不适感。魏无羡生平头一次在江丰眠的课上昏昏欲睡，好在蓝助教屡屡帮他掩护，才勉强平安熬到了午休。魏无羡打着哈欠收拾书包，道：“午饭不吃了，太困了，我回去睡觉。”蓝忘机试了一下他的额温，道：“晚上想吃什么？给你带。”魏无羡：“不知道，随便，辣的吧。”蓝忘机：“今天不行。”魏无羡脸一烧，背包往蓝忘机怀里一砸，道：“那就晚饭也不吃了，没胃口。”蓝忘机并不反驳，顺势拎起花驴子背包，道：“我送你回去。”刚下课，学生们都一股脑往食堂涌，只有蓝忘机和魏无羡眨眼的逆着人流往宿舍方向走。蓝忘机率先一步在前面挡着，一手拎着双人份的包，一手牵着魏无羡。魏无羡一看这背影，就想起刚才上课时蓝忘机时不时挡在他的前面的情形，忍不住笑了，道：“哎。”当蓝忘机回过头，他就挤眉弄眼道：“没想到你这样浓眉大眼的也会叛变革命啊。”蓝忘机：“魏无羡，怎么样？偷偷瞒着教授搞小动作，是不是很过瘾很刺激？”蓝忘机轻轻叹气，道：“是我不好。”魏无羡眨了眨眼，加快了脚步，扯着蓝忘机连走带跑，穿过几排教学楼，又到了两人无数次偶遇过的湖边。趁着大中午没人，傻乎乎到湖边吹冷风，下了一段楼梯，魏无羡站定，回身把蓝忘机堵在转角，又一把抱住了。蓝忘机僵了一下，他两手都占满了，一边是背包，一边和魏无羡交握着，一时空不出手来回应。但魏无羡也不打算和蓝忘机在这儿长时间的搂搂抱抱，他低着头，额头从蓝忘机的衣领缝隙蹭进去，贴着温暖的皮肉，道：“你没有不好。”蓝忘机：“魏无羡，昨天你没有强迫我，我既然是自愿的，就该承担应有的后果。如果一定要有个评价，那我给你打个98分，行不行？”蓝忘机抓着他的手一紧，魏无羡又连忙补充道：“扣掉2分是因为我现在想亲你，但是不能亲，因为亲完我就不想和你分开了。”蓝忘机静了一会，艰难地答道：“记账，晚上。”魏无羡：“下午好好上课，不要想我。你快去吃饭吧，我回去睡觉。”他松开手，两人四目对视，看了片刻，谁也没动，手仍旧牵在一起，脚底像被粘住了似的，眼睛也根本不想离开对方。真黏糊，真肉麻。但是放在蓝忘机身上，明明做着一点也不像他的风格的行为，可一切又特别理所应当。魏无羡学着蓝忘机的语气轻轻一叹，手指在自己的唇上压了一下，又点了点蓝忘机的下唇，道：“先付个定金，其他晚上清算。”他抽出蓝忘机帮他拎着的花驴子背包，一路小跑，穿过堤坝边的小路，在湖的对岸冲一直目送他的蓝忘机挥手示意，又等蓝忘机终于肯转身离开了，才径直回了博士楼。魏无羡睡了个很长的午觉，醒来的时候恍然不知身在何处。他摸出手机，显示5点刚过，腰不那么酸了，隐秘的地方也好受多了，但是睡得太久，骨头缝都弥漫着倦怠和慵懒，于是他翻了个身，刷起了新闻。纽约时报全程逐帧分析沙特记者死亡案全过程，清河雨后天空惊现奇怪生物，一位6810航班失联。今日科普，魏无羡百无聊赖地翻了一会，点开清河那一条，看描述，似乎是前一段时间金陵送往繁育中心的大型物种。于是他打了个哈欠，完全失去了兴趣。
可就像是心灵感应似的，EV6810这几个字像带着磁力似的，牢牢锁住了他的目光。他运转了好一会，仍然没想清楚原因，只依稀觉得这串数字有点眼熟。点开详细，这一条比清河的那条新闻短小许多，只有寥寥几句。XXXX 报道：20某某年12月16日凌晨，载有1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EV6810航班在雷达屏幕上消失。这架客机原定从夷陵前往亚利桑那，经停达拉斯，再次起飞约40分钟后与塔台失联。夷陵、亚利桑那、达拉斯，魏无羡一个机灵坐了起来。他坐过这趟航班。神奇生物探秘第3期的主题是小雷鸟出生。为了收集素材，魏长泽和臧瑟瑟在亚利桑那州的雷鸟栖息地蹲了整整3年。现在是第几期了？第3期是不是说过要等小雷鸟成年再回来拍后续？所有的念头电光石火般在脑海里闪过，心也一下子提了起来。不可能，不会的。魏无羡立刻给臧瑟瑟打电话，不出意料是无法接通。又打给魏长泽，也一样，但他只是有点紧张，还不至于慌。父母不是飞来飞去，就是在深山老林，联系不上太正常了。于是他的第3个电话打给了剧组的长波电台，接线员是个嗓音粗糙的大叔，叫山姆，对面十分嘈杂，电机声和马达声隆隆的响，不知是在赶路还是在作业中。魏无羡简单寒暄，单刀直入地问：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山姆：亚利桑那，我们要去拍小雷鸟啦，小羡你来吗？他记性很好，说不定还记得你。山姆爽朗的笑声传了过来，可魏无羡一下子懵了，声音发涩，道：航班号多少？山姆：什么号？今天是12月17号，离圣诞节只剩下1星期啦。魏无羡：航班号？我爸妈坐哪趟航班过去？山姆：好像是夷陵直达的，是啥来着？魏无羡：EV6810。山姆：对，就是这个。手机啪地滑到了地上，魏无羡如遭雷击，浑身发冷，僵得像一块石雕。恍惚中，他似乎看到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人从屋外冲进来，一把抱住了他。明明看在眼睛里，魏无羡脑子里却什么都进不去，乱糟糟的搅成一团，最后汇聚成唯一的一个念头：要去找他们，必须去找他们。他下意识觉得眼前这个人可以相信，可以依靠，于是猛地抓住了那个人的手，把所想的一股脑倾倒了出来。他觉得自己说了很多，事实上只是反反复复，机械一般地重复着相同的话。他说：我要去找他们，必须去找他们，你先别急，冷静。要去找他们。魏无羡，你清醒些，听我说。去找他们，要去找魏无羡。魏无羡麻木地抬起头，眼神空洞，就算被轻拍脸颊，也没能聚拢他涣散的视线。蓝忘机得知消息后，便立刻丢下实验赶回来，路上尽可能周全地考虑了一切突发状况，唯一没预料到的是做事向来有条理又乐观的魏无羡会是这样的状态。但若设身处地，换任何人未必能比魏无羡清醒。既然如此，此时此刻换个人替他打算也好。